舒玉公司这次十分高调的宣扬了签约了叶双熙，这也是正面同胡家叫板。其他公司嗅到了其中的不对劲，特有眼力见在旁不说话，当一个旁观者观战，以免误伤到自己。胡然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扬起眉，还挺惊讶的，但没多久就恢复了自己玩世不恭的模样。他在一个宴席上，金色头发无比显眼。胡然身旁的杜川也笑嘻嘻地说：“没想到马季那小子不把你当回事。”胡然哼一声，像是想到了什么，面色不愉。要不是老爷子最喜欢的小屁孩回来了，不然他们还能这么顺利。他说完又笑了，既然喜欢和我作对，就别后悔了。接下来的1个月，叶双熙除了在家好好练习，第二个地方就是舒玉公司。因为叶双熙这件事情，马季没有对外说，基本上是在马季办公室商量事宜。其中，马季让叶双熙展现一下现在的水平，叶双熙照做，一串钢琴声如行云流水。对于马季这个外星人来说，听不出差别，但是在旁边沉默的杜远泽倒是有些皱眉。马季叹了口气，语气有些庆幸，幸好还算是件好事，至少在外人耳里，叶双熙不会有什么诟病，但在圈内人就不好说了。要是胡然有意刁难，说不定还会找大咖对叶双熙的音乐进行评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不算是件好事。马季自然不能任何失误的地方，他仔细思索了一下，会不会是没有以前的环境了？可能在那个环境下，你的灵感多一下。他觉得自己挺有理的，越说着语气越坚定，刺激一下你的大脑。叶双熙表示同意，以前他是 Night 男团的一员，现在不可能到处找到这些人重组。马季便把叶双熙安排在一个男团内，跟着他们一样的作息。那个男团叫 Shine， 意为阳光，可想而知，里面全是18、19岁的大男孩。这个组合还没有出道，但在外头宣扬的还算有名气。你先在里面待上1、2个星期，如果没有效果，我们只能另想办法。谈话就此结束，马季被喊走了，只留下叶双熙和杜远泽。马季给了叶双熙几天的准备时间，他准备回家好好收拾一下。叶双熙前脚刚出门，后脚就被杜远泽给拦住。已经1个多月了，叶双熙你是不是该解气了？杜远泽双臂抵墙，把叶双熙困在有限的空间内，他眼神认真，微微俯身直盯着叶双熙，语气还有些他独特的不着调。叶双熙觉得面前的视线太过于炙热，不适的撇开头，他没有说话。这下可以告诉我为什么突然生气的原因了吧？杜远泽后知后觉，发现语气有些不对，怕被叶双熙误会，稍稍解释一下。我想明白。叶双熙睨着眼，全是疏离，这个理由对你很重要。杜总，别忘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是你的前弟夫。叶双熙自暴自弃的把后面3个字咬得很重，前弟夫又怎么样？这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吗？叶双熙愣了，那是你和杜川的缘分尽了，但我们之间没有。杜远则面容正经，就像是一个同学努力讲清楚一道题一样，这是叶双熙极少见过的。他见过杜远则工作时的惊傲，开玩笑时的玩世不恭，有气场全开的愤怒，但这样的模样对于叶双熙来说是第一次。他愣住了，等他回神便说，我以为我们的缘分早就在4年前就尽了。杜远则这才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你既然这么想明白，我问你，当年为什么晾着我？如果只是不回消息，叶双熙理解，毕竟他大概能知道杜远泽的工作，虽然杜远泽一直没有和他说，他自己能猜到，但偏偏又发了条朋友圈。那条朋友圈直接戳破了叶双熙的自尊心和自以为是的幻想。叶双熙说完这句话，就看到杜远泽疑惑的神情，他冷笑，果然，他不抱希望的弯腰走了出去。他还没走几步，身后的声音响起，那不是我发的，那条朋友圈。杜远泽听到这个问题才发觉，当年的原因竟然因为这个，他从没有料想到。等他反应过来，立即解释，当时和你见面之后，就突然得到消息要去外地，因为当时我掌位没有多久，需要得到更多的成绩来稳固自己的位置，去了那儿，我基本上是用自己的工作号，没有时间点开私人号。杜远泽边说边往叶双熙的方向走，眼睛紧紧盯着叶双熙的背影，好似如果这次他没有抓住叶双熙，就再也见不到了。我对于这个原因很抱歉，至于朋友圈，不是我发的。杜远泽似乎想到了什么不愉悦的事情，揉着眉心，当时我进了一个局，比较正常，就是大家一起玩乐的那种，我本来不想参加，但当时里面有个人，我必须通过他才能尽快完成合同，甚至可能得到那人背后势力的帮扶。这个人你不是很熟悉？杜远泽看着叶双熙，说出2个字，胡雪。但我再说一个名字，你就知道了。杜远泽眼神一眯，胡然。叶双熙确实没有听说过，但是后面这个他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胡然算是杜川极少的死党，从叶双熙嫁到杜家来，他就不是很喜欢叶双熙，明面上没有表示出来，叶双熙能感觉得到。胡雪是胡然母亲那边的，两家算是强强联姻。胡雪是胡然的表妹，因为她是主角，都赢和她玩小孩子的游戏，她便拿着我的微信发条朋友圈。杜远则苦笑，表情无奈，我以为他只是用工作号，结果这人太精了，直接找到了我的私人号。接下来的事情杜远则没有再说了，但接下来的事情叶双熙也是明白的。叶双熙默默听着杜远则的解释，其实杜远则解释到这儿了，叶双熙已经不是很生气了。
只是他不想这件事就这么接过去，便轻哼了一声。杜远则看着叶双熙表情鲜活的样子，嘴角勾了勾，这又回归了正题。你是不是瓶颈期？当时在办公室里，马季和叶双熙没有明确把这个事说出来，杜远则一直觉得奇怪。叶双熙没有打算把这个事隐瞒下去，因为他知道杜远则能自己听出来。他思及此，没有否认。杜远则脸上的表情舒展了许多，他细细说：马季不是说你需要回到以前的方式刺激一下吗？叶双熙心里咯噔一下，他似乎知道杜远则想说什么了。要不要我们也回到以前的相处方式？杜远则眼里充满了笑意，他伸出手重新认识一下，我叫杜远则。叶双熙想起之前和杜远则说的第一句话，他握住了杜远则的手，下巴微微扬起，似乎回到了以前那个自信骄傲的天才叶双熙一样。听说你智取不错，和我比一比试试。二人相视一笑，在无人的走廊，他们好像什么都变了，又好像什么也没变。叶双熙去了男团的宿舍，把东西稍微整理了一下，他的动静不算大，但还是有几个探头出来。那是刚成年没多久的阳光男孩，还没有到可以掩饰自己情绪的程度。他们脸上有好奇、震惊、不解，甚至还有厌恶，就好像对于外来者基于自己的位置一样防备。你好。叶双熙走向离他最近的男孩，我叫叶双熙。宋放。宋放眼里还是有着警惕。宋放在之前就见过叶双熙，当时叶双熙坐在他们的练习室，看着他们跳舞练习，手中拿着笔和纸。一开始宋放他们以为是记者，但谁家记者一天天坐在角落里什么话也不说，但他们老师没有跟他们介绍，只能自己把疑惑压在心底。后来他们知道那个人叫叶双熙时，就有了危机感。叶双熙之前闹出的事迹确实很大，毕竟是属于主动发威的人。底下还有人调侃说叶双熙是不是要当练习生。宋放表示这还真是，当时对于这个想法还保持观望的态度，但现在就已经对他们来说就是确确实实摆在面前了。叶双熙确实空降在男团里了。宋放想到这个，眼神又变得不一样，那是排外的意思。我知道你来做什么？叶双熙笑了，他没有解释，他之前有跟马季说过这件事，但马季自己笑着对叶双熙说一句，你不用解释，让他们误会去吧。这群人有了危机感才能更好的去练习。叶双熙这副模样让宋放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他立即跳开，指着叶双熙的鼻子，我告诉你，你这个空降男别得意好久，我们绝不欢迎你。宋放，你干什么？另一个算是稳重的男生走过来，他训斥一声，话刚毕，宋放就低着头不再说话。你就是叶双熙是吧？那个男孩子毫不掩饰自己眼里的打量。欢迎你。他伸出手，叶双熙回握，只是握紧的一瞬间，他眼皮一跳，对面这人正用力握着自己的掌边，力气大的好像要把他的手给握碎。其他两人都不咸不淡的和他打招呼，但面上的表情告诉他，你只要在这里一天，我们绝对不让你如意。叶双熙在晚上打磨曲子后跟杜远泽讲了这件事，果然他们的小心思被马季琢磨得透透的，两人像以前一样开着视频，但都没有透出自己的脸。叶双熙只能看到杜远泽精瘦的上身，他穿着深蓝色的衬衫，把袖口卷至手臂以上，如果坚持不住就跟马季讲。什么？叶双熙没有反应过来，别到时候私底下和我抱怨。那边像是想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语气也都染了笑。叶双熙突然想起来，脸颊羞躁的爆红。宋放几人虽在刚见面的时候放狠话，其实他们也没有做什么，只不过会偶尔借题发挥或者冷落他，这对于叶双熙来说只是无关紧要的麻烦。叶双熙笑了笑，来了一个总结，还真是个孩子。其实叶双熙比他们也只是大个7、8岁，但阅历的关系让叶双熙看他们总带有慈爱，谁会和小孩子一般见识呢？叶双熙在练习室内继续看着他们学舞，因为这个男团在今年年末就要出道了，时间有些赶，现在的舞蹈老师尽可能多教一些技巧，但其实这群男生基本上都是没什么基础的，大多数是大街上星探发现过来的，这对于他们而言比较吃力。就如同你原本是初中中等水平，现在给你一张高考试卷让你考上985、211一般。舞蹈老师教完之后，看他们的表现也叹口气，眼神一扫，把其中一人喊了出来，乔南，你来做个示范。一个板着脸的男孩走了出来，叶双熙看着他，乔南便是当时和他握手的那人，是 Shine 男团的队长，长得十分符合众人女生的审美，一副不苟言笑的状态。乔南没有多废话，上来便是跳着刚才舞蹈老师的那个片段，确实不错。叶双熙评价一句，但韧性不太行。舞蹈老师此时也评价一句，乔南学得很快，不过肢体有些僵硬，这确实是你本身需要重视的问题。舞蹈老师面容严肃，其他人听了更缩着脖子不敢说话。他叹了口气，正想着怎么有什么法子时，就和靠着后墙的叶双熙对上了眼，这一瞬间就让他茅塞顿开。你们要是不会，可以找他。其他4人随着舞蹈老师的视线看过去，就看到正微笑点头的叶双熙。什么鬼？让我们去找这个空降男？做梦吧，一辈子都不可能。4人相互对视一眼，心照不宣的做出了这个决定。叶双熙从他们脸上的表情窥探到了他们心中所想，嘴角勾了勾，还不忘加把火，想来找我的话就快点。
趁我心情好，谁要找你啊？宋放心底嘀咕一句，瞪他一眼。舞蹈老师见他们完全不想找叶双熙请教，只是无奈的摇摇头，他也不好说什么，总不能强硬的磕着他们的头去学吧。等着一天训练完毕，便一身汗的回寝室。宋放有意放慢步伐，和最后的一个男生说起了这个事。你说叶双熙真的这么厉害？舞蹈老师都好像挺赞扬他的。那个男生戴着运动头箍，深色的头箍顺着他额头的弧度藏入不算短的头发中。他想了想，说不太可能吧，如果是这样，他在当时就很爆火了，不可能是现在这个模样。宋放想了想，也觉得对，要是真的很有实力，怎么可能一点火花都起不来？这两人虽然是这么想，但还是暗地里观察叶双熙。只看见叶双熙每天也不练习，只知道拿着纸和笔写写画画。宋放纳闷了，总觉得哪里不对。你说他真的是顶替我们其中的一个的吗？宋放有的时候脑子还是比较好的，他觉得公司不太这么贸然行事，因为宋放清楚他这个团体在外头算是有些知名度，每个人都有粉丝基础，如果真换了，还不等他们说话，他们任何一个粉丝都会爆起，这对于公司来说得不偿失。但是叶双熙为什么会在这里？宋放想了很久也没想明白。这样的僵持了几天，宋放还是私下去找了叶双熙。我听说你舞蹈跳得不错。我不信。宋放涨红了脸，说了半天才说出这些话。叶双熙合上本子，宋放只来得及看到几个音符，还没来得及思考，就听见叶双熙说，你是真情实意还是被迫？宋放看到了叶双熙眼里的玩味，立即又炸毛了。如果可以，他一定要揪着他们的鼻子，大喊着没良心，还要一拳打倒时间，最后每人必须给他一张足球签名照才了事。想到这里，宋放瞪了身后的某处。叶双熙没有再问，站起身，放下笔，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说吧，让我教你什么？不是吧，你还真教起来了？宋放惊讶，但为了不露馅，也为了给叶双熙一个下马威，扬起下巴说一句，就那个团舞吧，那就是乔楠跳的那场舞。这几天舞蹈老师都在教他们，但效果不佳，这出在他们自己身上，这怪不了别人。也就是因为这个，他们几人才对叶双熙充满了好奇。宋放想起另外几人合起火坑他，关键最维护他的队长也默默在旁边观战。宋放只觉得憋屈，对叶双熙语气也好不到哪里去。你要是不会，就别教了，逞强只会我们俩的时间。叶双熙只是笑笑，他在练习室里热完身，音响打开，里面密集的鼓点瞬间点燃了整个房间。这是他们的团舞歌，他只挑了其中一段，对着镜子开始跳了起来，动作行云流水，刚柔并行。宋放瞪大眼，完全忽略自己来的目的。这一段没有多久，就只有40多秒。叶双熙停下来，刚才几十秒的大动作让他气也不喘，好像刚才就只是散了步一样。叶双熙看着宋放，眼里只有教学的严肃。我挑了这一段是因为你的爆发力不行，使你们的队伍节奏完全赶不上，今晚我们先只学这一段。宋放没有思考叶双熙为什么连他什么缺点都能看出来，认真点头，反应过来才突然发觉自己做了个傻事。他没来得及羞愤，便更加认真看着叶双熙讲解。叶双熙每一个动作都能迅速找到宋放的缺点，还有些连舞蹈老师都没注意到的地方也被叶双熙揪了出来。宋放正感慨着叶双熙确实实力强大，下一秒就被踢了左脚。宋放，为什么人人都喜欢踢我的脚？宋放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回去的，他只知道自己累趴了，最后还是被叶双熙半扶半拖的拉回宿舍。那一晚，宋放睡得极为舒服。叶双熙把宋放放到房间，简单搞完洗漱。杜远则在1个小时前打来了视频，但他因为宋放的原因没接到。叶双熙立即回了过去，那边也只是响了几下就拔通了。晚上好。叶双熙看着那边的光线，笑着打去，或者说早上好。杜远则在前几天就出国出差，现在他应该算是在酒店房间内。怎么今天结束的这么晚？有一个小朋友跑过来让我教他。叶双熙想起宋放那张傲娇的脸，又笑了。宋放，你知道的。杜远则那边的声音突兀停下来，镜头有些晃动，露出他的脸，眼里满是不高兴。叶双熙，你知不知道在我们聊天的过程中谈及别人的名字不好吧？更何况还是提及多次的名字。叶双熙愣了一下，杜远则在这段期间从不掩饰自己的情绪，但他不知道这种熟人是他假装的还是他真实的，这种说不清的感觉让他很不好受，便打着哈哈，不是说了回归以前的方式吗？杜远则哼一声，最近有灵感吗？有倒是有，但还是没从根本上解决，不过今天倒是写了歌。哦，杜远则阴阳怪气一句，送给你那可爱的小朋友。叶双熙笑了声，吉他声传入电话中，这一段通偏低沉的基调到高潮时才如同野草透过岩石吸取到了第一丝阳光般迸发出来。两方都没有说话许久，杜远则笑着说，这有点不像是你的风格了。确实是不像叶双熙的风格，他之前的音调都常用中调和高调，就像他自己一样，从不掩饰自己的才华，而现在就像是叶双熙的心境，历经千辛万苦，窥见第一丝光。宋放在第二天的舞蹈练习中进步飞快，
特别是昨天叶双熙教的那个片段，被舞蹈老师拉出来让他跳了一遍又一遍。那一天，从未被表扬过的宋放就好像是踩在云端一样不真实。其他人趁着休息时间，立即问宋放：“你小子变了这么多，不会真是叶双熙教你的吧？”时间一脸怀疑。宋放一听到这个，就想起昨天对他的威胁，翻脸如翻书，拳头一握就往时间脸上砸。时间赶紧躲开，宋放手一转，拿走了他头上的运动头箍。你的小宝贝压在我这儿了，不给点好处，我是不会放他走。宋放惊傲哼一声，不会真是叶双熙教的吧？时间都没管自己的发箍了，像是三观震裂一样。宋放正想回答，看到叶双熙走进练习室后，跑到他面前，还没说话，叶双熙就开口了：“被老师表扬了。”宋放惊讶，点了点头，接着问：“你怎么知道？你的表情告诉了我。”叶双熙想到宋放一脸开心的往他这儿跑过来，就好像是第一次得到小红花的小朋友，恨不得告知天下人。宋放情绪就像是一旦激起千层浪，原本嘴上想说的谢谢，硬生生换成了：“别以为这样我就能原谅你接受你，你还是一个空降男。”说完就昂着头离开了。其他人也听到了宋放说的话，都看着对方，眼里的惊异都掩藏不住。时间一群人原本就是想通过宋放来试探叶双熙，结果没想到真是，几人脸色变幻不停。宋放正碎碎念着，转头就看到自己队友们的表情，眯着眼想起了上次合伙欺负他的情景。13年河东，13年河西，仰起头炫耀。老师说我这一段比队长跳的都好，这也不枉宋放自己独自练习了几个小时。叶双熙早就看清楚他们的打算，信步闲庭越过他们几人，再次坐在他经常坐的地方，如同低调的隐士，功成深藏名就。乔南是最先反应过来的，他作为队长最明白自己男团和公司的压力，经纪人经常找他单独谈话，而他不想给队友压力，一直没有说出来。乔南想到这儿也不管什么面子了，他走到叶双熙面前，态度诚恳：“叶前辈，可不可以教我们？”大家通过这几天的观察，都大概明白叶双熙在这儿对他们的团队没有什么威胁。虽然不知道叶双熙是做什么，既然别人不说，他们也不好问。叶双熙抬头看着这个能屈能伸的队长，眼里有几分赏识。你们不是说我能力不行吗？他看得出来这群人心里的骄傲，在不清楚叶双熙水平的情况下，自然看不上他，他就是想消一消他们的锐气。乔南听出来了这句话背后的意思，立即走到身后三人面前，面无表情的踢他们一脚，道歉。乔南在队内威信很高，大家面上不情不愿，还是弯腰道歉。叶双熙玩够了，便站起来，那就开始吧。叶双熙的舞蹈素养还是算上等的。Shine 男团在这几星期中都意识到一件事，舞蹈老师对他们还真是算好的了。不过这个神似于魔鬼训练的效果还是有用的，1个月时间，肉眼可见的进步。宋放他们对他也放下了成见，甚至隐隐开始把叶双熙当作鼓星。这个危险的想法，叶双熙直接把他扼杀在摇篮中。毕竟他们真正的主心骨是乔南，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局外人，迟早是要离开的。特别在瓶颈期似乎一直都没有突破的情况下，他必须要重找机会。在一次的短暂假期中，4个大男孩思来想去在寝室内看电影，4个人特别热情的喊着叶双熙一起过来。宋放把自己屋内的私藏美食拿出来，立即蹦跳着冲进叶双熙房间，把正睡着的叶双熙拉起来：“双熙哥，赶紧起来！”其他人也听到动静，也来凑个热闹。叶双熙拗不过，被宋放拉到了沙发上，坐在了中央。他迷迷糊糊，眼皮拉松，打着哈欠。他凌晨才睡，昨晚突然对之前的废稿有了灵感，改稿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满满有了叶双熙满意的雏形，好像一切都往好的方向走。电影是另一个不爱说话的男生选的，是热血日漫，另外几人也很喜欢，抱着薯片津津有味。叶双熙看着周边的薯片，识趣的闭嘴，免得坏了他们的兴致。在看电影的时候，宋放是最活泼的，他喜欢看电影的时候和别人聊天，这时候也不例外。双熙哥，你来这里是做什么啊？宋放憨憨笑。叶双熙先看着递到嘴边的薯片，思索了半天，还是张嘴吃了。他看着这个单纯的开心果宋放，就总能回想到自己男团里面经常缠着自己的队友。解散之后，那个队友似乎被其他公司看中，去录综艺去了，所以因为这个队友的原因，才对宋放总有一些纵容感。叶双熙觉得这件事说大也不大，已经生活在一起这么多天，说出来也没关系。我原本是做音乐人的，公司签我也是这个原因，不过遇到了瓶颈期，马总说拿过去的事情刺激我。乔南最先察觉到这句话的意思，所以是马总不让你说原因。其他人霎时间都听懂了。叶双熙笑容加深，这一次他和上次一样，没有说话。这个不说话，在乔南这个已经是叶双熙默认他说的话了。几人义愤填膺，都骂着马季是狗，气氛也这么缓解。大家都是小孩子，也知道马季的用意，只是觉得他真是太狗了，口嗨骂几句，说完都表示自己的立场，我们一定不会说出去的。双熙哥放心。叶双熙看着这群人，不知道是无奈还是该笑，但也是这个充满活力的环境里面，他也觉得自己心态变年轻了。
也受他们的影响有些乐观了，至少在打破瓶颈期方面没有以前那么浮躁了。在几人欢乐谈笑中，网上有流出了一张叶双熙和 Shine 男团在一起的图片。一开始大家只是看一眼划过去，眼尖的人看出叶双熙身上穿着的衣服和其他4人款式一样，博主没有任何文字说明，大家已经讨论的火热朝天了。这真是叶双熙？别骗我！叶双熙身边的几个人是谁啊？不像是之前的爱的楼上的，这是属于名下还没出道的 Shine。卧槽！叶双熙不会真的又要男团再次复出吧？这恐怕是属于今年最大的笑话了吧？26岁的大龄练习生叶双熙别沾 Shine 的边，里面的人少了一个多了一个也不行。属于主打4人男团，叶双熙不会是要顶替其中一个吧？求求叶双熙别做了 ，Shine 男团关系这么熟，他一个人在里面不尴尬吗？有些人热闹不嫌事大，在团粉和伪粉中不断拱火，团粉直接暴起，甚至要去书鱼公司账号下讨声明。看完电影，众人投票让叶双熙淡去，叶双熙寡不敌众，被推上台。等他们几人听完散场，才看到这个消息。当时是经纪人告诉乔南的，乔南迅速去了网上搜，其实不需要在网上搜，打开界面的第一个就是这个词条，岂有此理！怎么都觉得叶双熙会来我们这儿啊？都不带着脑子吗？宋放边看边骂，丝毫不记得自己之前也因为这件事误解了叶双熙。他们都懂网友们的愤怒，其实他们看出来，有些人就是通过这件事抹黑叶双熙。叶双熙也通过他们的只言片语，大概了解到了事情经过。他打着哈欠，其实他并不是很重视这种风评。对于他而言，清者自清，不喜欢自己的人怎么解释都有人说。宋放听到叶双熙这个想法，当场要炸毛了。那怎么行？双熙哥唱的歌这么好听，如果这么被曲解，怕的就是复出的时候因为口碑原因而没流量。对于音乐人的口碑要好，这不像是演员，越黑越有流量。叶双熙一听也是这么回事，但他还是想安慰一下宋放几人，因为这件事马季会出面，他比他们更重视这件事时，就看到他们已经谈起来了。行吧，乔南也懂叶双熙想到的点，但他认为正主不出面，总有人会拿这个事做文章，所以10分钟后，男团几人先后在网上刚上线。Shine 宋放，我想说杞人忧天了。网友们看到宋放发文，让人笑了。宋放粉丝十分清楚他的脾性，毕竟要是真换人，第一个爆发的就是宋放了。还有些人正向着叶双熙发起攻击，结果看到这些发文，拔剑四顾心茫然。叶双熙看着这些人的护短，笑了，这好像感觉还不错。时隔1个月，叶双熙再次和马季见面，马季当时正给多肉浇水，看到叶双熙来，笑着说，我看到前几天的热搜了，便是那条 Shine 全体护着叶双熙的热词。叶双熙笑了笑，径直坐下，看来你和他们相处的很好，这让我挺惊讶的。马季自己还没出手，就被当事人给摆平了，倒也没有。叶双熙礼貌微笑颔首，感觉怎么样？不是很好。叶双熙叹口气，他虽然在他们团体之间放松了很多，其中是有不少的灵光乍现，但效果甚微，这还是在杜远泽时不时的远程指点和交流的加持下。马季皱眉仔细想了想，要不你试试出去旅游？叶双熙从没想过一点，我认为是你思绪被禁锢的原因，或许出去放松放松也有意外之喜。马季说得轻巧，叶双熙直觉告诉他，没有这么简单，你这边真的没事？叶双熙在这个月和杜远泽聊过书鱼公司，书鱼公司虽然是男团制造公司，可现在男团并不是很景行，加上男团实力参差不齐，书鱼上一个能拿得出手的还是叶双熙所在的 Night 男团。表面上看着繁华，其实内部早就危机重重，如果不做出什么改变，那还确实可能走下坡路了。叶双熙觉得马季肯定更清晰这个情况，不然他不会特意把叶双熙安排在实力水平最好的 Shine 里面。有点事。马季揉着眉心，董事会的人给我施压，因为执意签你的原因，胡家有意孤立书鱼，很多资源都拿不到。马季表情严肃，眉头皱得跟个川字一样，绷直着唇。叶双熙，留着你的时间不多了，现在我们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了。胡家别墅，忽然心情不错，端着身边人递来的红酒，轻抿一口。他看着对面沙发的杜川，敲着二郎腿，你有看到最近的事吗？忽然自问自答，叶双熙这回要重操旧业了呢。那天的事情完全是因为团粉和伪粉情绪太过于激动，吃瓜群众太多，原本热度不大，完完全全就是拱火起来的。虽然当时被全男团的队友辟谣，可公司没有出面，很难让人察觉到其中的真实性。杜川思索了许久，将自己棋局上的象移到对方的炮旁边，这关我什么事啊？杜川现在气倒是消了，他没有太多精力去对付这种举足轻重的人。如果说你哥最近对他很上心呢？忽然简直就是热闹不嫌事大，精准踩在了杜川的雷点上，看起来贞洁，其实背后跟自己的大哥不清不楚。忽然嗤笑，我只想说你真是太善良了，要是我就该把他封杀。忽然漫不经心把象围堵在杜川的江前方，这一局你似乎要输了。杜川沉思着，还没说话，就听见楼上传来声音，赵妈，我的裙子怎么少了个扣子？是一个女生，这可是杜哥哥送我的裙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你赔得起吗？清脆带着尖细的声音直接传到楼下，让楼下两人不禁皱起了眉。他还在这儿？忽然神色恹恹，就好像那人如同瘟疫一样。要不是看着外祖父喜欢，我根本就不想让他在我这儿留上1分钟。楼上的情况不知道如何，只看见一个女生穿着小裙子，一蹦一跳出现在了楼梯间，是一个看上去乖巧可爱的女孩子，17、18岁。如果忽视她眼里的倨傲，可能觉得这人还挺好相处。她身上的郭西公主裙随着她的动作在空中飞扬，手中还抱着一个小兔子玩偶。女生立即看向楼下客厅，似乎没有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人，脸上流露着失望，连带着脾气也不好了。她昂首挺胸走到沙发上，喝了口仆人立即递来的牛奶，下一秒眉头一皱，这牛奶没放糖，一点也不好喝，没有甜味，已经放了2大勺了。仆人小声解释。怎么？女生见仆人反驳，更气了，是不是怪我为难你们？没有，不敢，胡小姐。女生把牛奶放了回去，手一挥，仆人立马哆嗦着走了。我以为杜哥哥也在呢。女生兴趣不佳，霎间瞪着身旁的胡然，喂，是不是你没喊杜哥哥来？杜川脸色变了变，但没有表示什么。他说的杜哥哥是杜远泽，可在杜川里倒成了一种嘲讽。杜远泽去出差了，我怎么去喊他？胡然扬着笑，打着哈哈，转移了话题。你不是说待在家里无聊吗？要不出去玩一玩？说不定你回来了。杜远泽也回来了。女生眯眼想了想，倒也觉得对，但嘴里还是挑刺。出去旅游这么麻烦，我不去。胡然笑意加深，他知道要成了，巴不得这个祖宗赶紧离开。我给你安排人带你去。胡然语气缓了下来，保证胡大小姐旅游体验最佳。